西装 PE 字马为什么能爆？诚意这条路透戳中了整个流量时代最痛的那根神经。1200万，这是一条视频1天之内的播放量。话题阅读2亿3千万。宝子们，我跟你讲，我刷到这条的时候，第一反应不是哇好帅，是愣了一下，因为在今天这个娱乐圈里，热搜能买，数据能刷，颜值能修图，打戏能用替身能抠图，几乎你能想到的一切都能美化。可偏偏这条爆的东西，你花再多钱也买不来。先别急着划走，今天这期我不打算只夸帅，虽然是真的帅哈。我想借这一条路透跟你聊一个正在娱乐圈悄悄发生的现象，为什么身体功底正在变成流量演员手里最硬的一张牌。看完这期，下次你再刷到任何一条打戏路透，你就知道该看哪儿了。行，那咱们从表面这层开始说。大家第一眼看到的是什么？一个男的穿着西装，就是那种正正经经的西装，在拍摄间隙，啪，一个标准一字马压下去，然后高鞭腿回旋踢，动作特别舒展，特别利落。这个艺人叫程毅，正在拍一部叫《受谎》的现代悬疑剧。这里我得停一下补一句，注意，是西装，不是武侠剧那种宽袍大袖的戏服。你可能觉得穿啥不都一样吗？还真不一样。戏服那种垂坠，那种飘，本身能帮你藏动作，美化线条。西装不行，西装是收着的，是绷着的，它限制你动作的幅度，还特别挑基本功，你腿没压到位，髋没打开，西装第一个出卖你。所以它这个 pose 摆出来能这么干净，反而说明底子是硬的。说完表面这层，咱们往里再看一层。为什么我一开头说身体不会撒谎？你想想看啊，现在一部剧宣传，播放量可以是有水分的，热搜话题可以是运作出来的，颜值可以靠打光，靠滤镜，靠后期磨皮，甚至打戏本身都可以快切，可以用替身，可以慢镜头掩盖，可以特效补。整个行业几乎所有的好都可以事后加工。但一字马这个东西，尤其是在片场拍摄间隙随手就来的那种，它没法作弊。你的髋关节打没打开，韧带够不够软，这是常年练出来的肌肉记忆，还是临时摆一下，身体全都写在那儿了。说白了，这是一种真实度认证。观众可能说不清为什么，但潜意识里大家会把这种当场就能验证的功夫，直接等同于这个人是真的下过功夫。这就是为什么这条路透能从粉丝圈一路破圈，它触发的不只是好看，是可信。而程毅在这件事上，说实话，是我最近看到的最鲜活的一个正面案例。那再往深了看一层，这里才是我觉得最有意思的地方。有个细节，我看到的时候是真的坐直了，有不少说法提到，程毅是28岁才零基础开始练一字马的，不是舞蹈专业出身。这个信息我特意去多方对了一下，得说句实话，网上关于他的武术底子其实有两种声音，一种说他成年后为拍戏才从零开始拉筋练柔韧，也有一种说他早年接触过武术。具体到哪年，从零到什么程度，精确的细节我不敢打包票，这个大家听我说个大概方向就行。但有一点是站得住的，他这个柔韧度和完成度绝不是临时抱佛脚能有的，背后一定是长期的下过苦功的练。你可能觉得这有啥，不就是练呗？宝子们，你自己试试就知道了。成年人的韧带那个硬度，我寻思这背后是多少不想让人看见的疼。而这件事的分量恰恰在于他改写了一种叙事。我们平时夸一个人有功底，特别容易滑到天赋那个词上，好像人家天生就行。可天赋叙事有个隐藏的坏处，他把努力给抹掉了，好像一切都是命。而程毅这个实打实练出来的功底，他讲的是另一个故事，一个可验证的努力的故事。这恰恰精准的回应了这几年大众对某一类演员最大的那个质疑。我知道我要说到哪儿了，咱们坦诚点。网上确实有过一种声音，说程毅2025年连着播了好几部古装，题材有点扎堆，看着容易腻。这个声音存在，
我不装看不见。但你要是把它放回行业里看，一个演员一年里播几部戏，排播节奏、市场周期、平台档期，这些东西演员本人能左右的其实很有限，这是项目和市场的事，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的。而且你换个角度看，恰恰是因为有这种声音，他这次才用一部现代悬疑港剧主动去转型嘛。这条西装打戏的路透，某种程度上就是转型成艺的一个实打实的注脚。懂行的都知道，能在新戏路里还把硬功夫端出来，这不容易。顺着这个思路，说说转型这步棋。从热血武侠、仙侠奇幻，一下子跳到港风悬疑刑侦，演一个高智商心理学家。这是他多年后在挑现代戏。你把它当一盘棋看，留在自己最稳、最有把握的古装赛道当然更安全，但他偏偏在这个节点选了一个更难、更需要重新证明自己的方向。这在我看来是高手开局，弃掉一部分稳，去换一个更大的格局。这一步棋走得有想法。好，聊到这儿，我想给你留一个能带走的东西，就算你不是诚意的粉丝，这个也用得上。怎么判断一段打戏是真功夫还是剪出来的？教你3个问题，下次看任何打戏都能用。第一，看镜头长度。真功夫敢给长镜头，敢一镜到底，功夫不够的，往往靠快切，0点几秒一刀，不给你看全。第二，看有没有过程。真的柔韧和爆发力是连贯的，起势、发力、收势一气呵成。摆拍是一针，高手是一段。诚意这条路透之所以服人，就是因为它是随手一段，不是精修一针。第三，看场合。红毯上精修物料里的帅，参考价值有限，片场花絮、拍摄间隙里随手录的那一手，才最接近真实水平，因为那不是表演给你看的。记住这3条。下次你再刷到某某打戏炸裂，先别急着信，看镜头，看过程，看场合，你自己就能判断个8、9不离10。说回诚意这件事，我看华语娱乐这块差不多看了10年了，我一直有个可能有点争议的看法，我觉得所谓的流量演员常常被用比他们实际水平严苛得多的标准去审视，颜值好像成了原罪。可说到底，好不好看真没那么重要，一个演员能靠一段戏、一个动作，让屏幕前的你心里咯噔一下，被打动，那就够了。诚意这条路透打动我的，不是那张脸，是那份实打实练出来的分量。所以我给你留个作业，也是个挑战，去把那条完整的片场路透翻出来，认认真真看一遍，特别注意西装那个绷的状态下他动作的完成度。看完回评论区告诉我你的判断。然后我还想听听你们吵一架，但不是吵人啊，是吵观点。你觉得一个演员的可信度到底该由硬功夫来定义，还是该由演技来定义？这俩要是只能选一个，你选哪个？评论区见，我一条条看。宝子们，这种不声不响、实打实的坚持值得被看见。今天这期就到这儿。为什么顶流都开始南下香港拍剧？诚意这一步藏着一个行业信号。你有没有发现一件反着来的事？10几年前啊，是香港演员一个接一个往北走，来内地拍戏，学普通话，闯市场。这个咱们都熟。可你猜怎么着？这2年风向悄悄变了，开始有内地的头部演员反过来往南走，去香港拍港剧。我发现这个事儿之后，越想越觉得有意思，因为这不是一个人的偶然选择，它背后，怎么说呢？它背后其实藏着一整套市场逻辑。今天这一期，我不想跟你聊那些花边，我想带你看的是，这里面最值钱的，不是哪张路透多帅，是一个信号，一个关于一个演员怎么给自己重新定价的信号。先说结论的一半哈，另一半我留到后面拆。这批路透表面看是敬业营业，可你要是只看到这儿，就漏掉最关键的了。行，宝子们，咱们一层一层来。好，说回这个事的起点。就在8月24号，诚意新剧《受谎》的香港片场路透一下就刷屏了。
画面里他穿着防弹衣，把外面那层卸下来的时候，里面的衬衫全湿了。香港8月那个天，你懂的，又闷又晒。可他呢，休息的空档也没闲着，单膝跪在地上练核心。还有一组是他跟 TVB 影后魏诗雅两个人穿着防弹衣站那儿认真抠戏本的细节，这好像是俩人第一次被拍到这么近距离的对手戏路透。我知道粉丝这时候第一反应肯定是哎呀，又帅又敬业，这个我完全同意，实锤的敬业谁看都得服。但我想帮大家把这个敬业讲得再具体一点，因为具体才有说服力。你想想看，衬衫湿透还能保持状态，休息不是瘫着而是练核心，这说明什么？说明他知道自己接下来那场动作戏要的是什么身体状态。这个火候是长期练出来的，这不是摆拍能装的。至于有人说他休息时还卖萌，我倒觉得一个演员能在硬核刑侦的戏里收得住也放得开，那恰恰是控制力。你别小看这个收放自如，很多人只能一根筋绷着，他能在 battle 级别的戏骨堆里还 hold 住自己的松弛感，这本身就是段位。好，表面这一层说完了，真正有意思的地方其实在后面。咱们往里再看一层，他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点去香港？我得先给不太熟的宝子铺个背景。成毅这些年，大家记住他基本都是古装，琉璃莲花楼一路古装顶流上来的。这4个字古装男神是他的资产，但说实话也是一层壳。那受谎是什么呢？现代港式刑侦悬疑，18集，短句话，节奏快，暗中暗，层层反转。他演一个白天是警队心理顾问，晚上另有身份的双面心理学家。而且这部戏是粤语加普通话双语拍摄，全程在香港实景拍。导演是拍过《寒战》的陆建清，出品这边是曾志伟辞任 TVB 之后新组的公司在推。计划2027年优酷独播。这些制作信息我尽量按公开报道说，最终阵容和番位以官宣为准哈。你把这几个点连起来看，不去拍一部稳妥的驾轻就熟的古装，反而一头扎进最硬核最不好啃的现代刑侦，还是双语。这一步我寻思风险不小啊。那他图什么？我个人的判断是这样，注意这是我的观点，不是通稿，他这是在主动拆自己那层古装的壳。你被市场贴一个标签久了，标签会帮你赚钱，但也会把你框死。你得在别人还没质疑你之前，自己先跳出去，重新定义诚意这2个字能值多少，能演多宽。这走的是大棋，弃掉舒适区这个字是为了后面更大的盘，而市场已经提前给他投票了。这戏还没正式开机的时候，就凭一张概念海报，零 IP 零预热，斩获了234个品牌的合作意向，一度登顶招商热度。你品品这个时间点，戏还没拍，钱先到位了，这说明什么？翻译成人话就是，市场相信他这次的转型是能带货、能带热度的。他的号召力已经先于作品被定价了。顺便说一句，他这波还把香港几个取景的给带火了，油麻地警署、赤柱海滨，一堆人跑去打卡。号召力这个东西外溢到文旅上去了，这不是自嗨，这是实打实的市场反应。说到这儿，我想停一下，因为有个矛盾特别值得说。你可能会问，古装演得好，就代表现代刑侦也能拿下吗？古今通吃这4个字，说起来轻巧，做起来到底难在哪？我跟你讲，难的地方有2块。第一块是打戏，古装的打戏是写意的，讲究身法、飘逸、镜头美感。可现代刑侦的动作戏要的是什么？是短、快、狠，是那种贴身肉搏的真实感。这2种是2套完全不同的身体逻辑。粉丝那个话题叫古今通吃打戏直出，就是不用替身，动作能直接出。如果真做到，那是真功夫平移过来了，不容易。第2块是双语，这个我得客观讲。
内地演员到香港拍粤语普通话双语，这个语言关是真实存在的挑战。但宝子们，我想说的是，这从来不是他一个人要面对的难题。你回头看，当年多少香港演员北上，为了练普通话逼自己好几年。胡杏他们都公开讲过这个过程，具体我凭印象说，细节你们比我懂。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正常的行业磨合。程毅现在做的，就是反过来啃这块硬骨头。这不是他的问题，这是所有跨地域演员都要交的学费。他愿意交，本身就是诚意。行，聊了这么多，我想给你留一个能带走的东西，尤其是本来不追星，只是路过的宝子。咱们做个小工具，以后你再刷到一条某某片场敬业到什么什么的热搜，怎么判断它是真敬业，还是纯营销包装？你就问自己3个问题。第一，细节是结果导向还是姿态导向？摆个帅 pose 是姿态，衬衫湿透，休息练核心，是为了下一场戏的结果，后者更可信。第二，有没有第三方在场佐证？跟影后、影帝这种量级的人同场对戏，被对方认可，比自己团队单方面放通搞硬。第三，市场有没有用真金白银投票？招商、文旅这种要花钱的反应，比单纯的热搜数字实在的多。你把这3个问题套到程毅这次上，你会发现3条基本都对得上。所以下次你看到敬业热搜，就知道该看这3样东西，而不是只看点赞数。好，回到最开始那个问题，为什么顶流开始南下？我现在的答案是，因为最聪明的那批人都在抢在被定义死之前，自己重新定义自己。程毅这一步，去香港拍双语，演最难的现代刑侦，在我看来不是冒险，是一次算得很清楚的资产重配。当然啦，最终成不成，得等2027年戏播出来见真章，我这只是个人推测，不绝对。老粉应该懂我在说什么。这条路他走得不轻松，但每一步都踩在点上。懂他的人会懂。最后给你留个作业，也是个问题，我特别想听你们吵一吵，一个演员的价值到底该由作品质量说了算，还是由市场号召力说了算？这俩要是打架，你站哪边？还有啊，你去把那组8月24号的防弹衣路透翻出来，认真看看他卸甲那一下的状态。看完回来评论区告诉我，你觉得这是营业还是真的入戏了？我等你。